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佛历8月上11，万象晴，26到35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19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56基普，涨幅 0.7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3.1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7 基普，跌幅 0.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6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09%。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整体呈现震荡下行态势，大盘开盘报 1299.16 点，盘中虽一度冲高至 1310.05 点，但随后遭遇抛压，最终收于 1285.37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4.38 点，跌幅为 1.11%。昨日全天市场总成交量为74万8700股，总成交额达7亿276万8000基普。在昨日的市场交易中，各上市个股表现分化，萨万尼表现最为亮眼，昨日大幅上涨160基普，收报4260基普。老挝农业、万象中心及马哈腾也纷纷红盘报收，分别上涨40基普、30基普和5基普。联合发展银行跌幅居前，昨日下跌100基普，收报8100基普。浦西开发紧随其后，下跌80基普，收报1080基普。外贸银行、老挝电力、老挝石油及中老证券等个股昨日股价均与前一日持平。在成交量方面，中老证券表现相对活跃，昨日交易量达35万3700股。总体来看，昨日市场在权重股调整的影响下表现偏弱，投资者情绪趋于谨慎。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20万9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5万2000基普，跌幅 0.5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2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5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69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480基普，跌幅 1.92%，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500基普，涨幅 1.66%。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泰举行特殊界碑揭幕仪式。6月24日，老挝与泰国在老挝沙耶、武里省营县与泰国南府查龙帕杰县交界处的南营汇吞口岸举行特殊界碑揭幕仪式，以纪念两国建交75周年。老挝外交部副部长阿努帕温诺角与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埃斯里平托鲁吉共同主持。外交部国家边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阿努辛卡迪亚拉汇报了联合勘界成果。自1997年联合勘界以来，双方已立陆地界碑211块，占陆上边界的 89%。该特殊界碑不仅象征两国建交75周年及地方良好合作，更体现了双方将边界建设成和平、友好与长期合作边界的决心。2. 农林与环境部副部长会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代表。6月24日下午，农林与环境部副部长塞纳空英塔翁会见了前来辞行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驻老挝首席代表菊池进。菊池进同时介绍了新任首席代表川野美博，双方高度评价了过去在减碳及共同履约机制项目上的合作成果。塞纳空英塔翁建议新任首席代表继续推动信息交流，便利日本企业适应老挝新政策，重点推进水上光伏等绿色倡议，并期盼吸引日资进入有机草药、川矿蘑菇、畜牧业及现代城市土地开发等高端本土产业。3. 老挝向中国警方移交170名电诈嫌疑人。6月24日，老挝公安部外国人管理警察局联合老中警察工作合作中心，在老南塔省摩丁口岸向中国警方移交了170名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老挝外国人管理警察局副局长丰萨利、占塔翁萨与中国四川省公安厅皖安部门负责人何霞代表双方签署备忘录。该团伙在老挝违反出入境及外国人管理法
非法经商并从事跨境电诈犯罪，由老挝外国人管理警察局及万象市、波里坎塞省、占巴塞省等多地公安局联合抓获。4. 华蒙县公安局逮捕4名贩毒嫌疑人。6月中旬，华潘省华蒙县公安局逮捕了4名贩毒居民，经审讯，4名嫌疑人均供认不讳，承认被缴获的毒品确为其所有。目前，华蒙县公安局已将全部嫌疑人及赃物移交给华潘省公安厅禁毒部门，以便依法推进法律诉讼程序。5. 甘蒙省公安厅捣毁一个 KTV 电诈窝点抓获65人。6月20日晚11点半，甘蒙省公安厅经济警察联合相关部门突击搜查了位于农博县纳坎村的小东部 KTV， 成功捣毁一个电信诈骗窝点，抓获嫌疑人65名，其中包含中国籍54人、缅甸籍7人、埃塞俄比亚籍3人及乌克兰籍1人。现场共缴获台式电脑65台、笔记本电脑4台、手机420部，以及多国货币现金，涉案车辆2辆，手枪1支及子弹5发。目前，警方正对嫌疑人进行深挖审讯，并对为该团伙提供便利的场所老板展开调查，将依法严惩。6. 沙湾拿吉与越南广治两省卫生厅签署合作新协议。6月24日，沙湾拿吉省与越南广治省卫生厅在沙湾拿吉省举行2026年度合作会议。沙湾拿吉省卫生厅厅长詹塔拉帕米西与广治省卫生厅副厅长李清俊出席并签署新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围绕卫生信息交换、消除疟疾、联通老越泰3省网页、疾控系统对接及医疗技术援助等展开深度合作。此外，沙湾拿吉省医院、农县及车邦县医院将与越南广治省医院、向化县医院通过专家交流、人员培训及技术转让等方式深化结对合作，共同提升边境医疗服务质量与跨境传染病防控能力。7. 色贡省达层高山咖啡合作社办公室交付使用。6月23日下午，色贡省达增县达沃村举行了达增高山咖啡合作社办公室及设备的交接仪式。达增县副县长杜西马尼拉、欧盟驻老挝临时代办多特维格、色贡省农林与环境厅副厅长本松洛马约及合作社主席万道佩赞塔马等出席。该项目由欧盟、国际关怀组织及老挝政府多方合作推动。杜西马尼拉表示，达增县具备高品质咖啡发展潜力，该办公楼的交付将有效助力咖啡价值链的可持续提升，促进当地农民及女性增收。万道佩赞塔马承诺将切实履行职责，带领全体成员将该合作社打造为国际标准的优质咖啡生产基地。8. 沙湾拿吉省大力整治非法采金和伐木行为。沙湾拿吉省严格跟踪、检查并拦截非法开采矿产与木材的行为，目前正全力以赴对郫县、维拉布里、车邦和农县等4个县域的非法开采沙金及盗伐木材等社会负面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和重拳打击。截至目前，该专项整治行动进展迅速，已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共逮捕了21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